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今天我们来讲超参、超级参数 （Hyperparameters）。那什么是超参呢？我们知道，一个神经网络是由神经元组成的，每一个神经元都有权重和偏置。网络中所有神经元的权重和偏置的总和，就是这个神经网络参数的个数。但是，一个神经网络除了参数，还有超参数，也就是超参。超参就是神经网络之外配置的参数。虽然不同架构的神经网络有着自己特有的超参，但是除去这些特有的超参，我们依然可以按照超参来源的不同分为三大类。大家可以看这幅图。第一类主要决定神经网络的结构或者架构，比如神经网络应该有几层，每层应该有几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采用什么激活函数等等的超参。第二类主要来自神经网络优化时的超参，比如学习率 ADA 是多少。这个超参是最重要的超参之一，它是能够直接决定网络能否完成学习的核心参数。另外，比如选择什么优化器，或者说学习方法是 ADAM 方法还是随机梯度下降法 SGD， 选用什么函数作为损失函数，还有网络训练时训练数据每个批次的大小 batch size， 训练经过多少轮然后才停止，也就是学习的回合数等等。第三类正则化、权重初始化 normalization 时候的一些超参，比如正则化权重衰减法中缩放系数 lambda L 范数等等， dropout 方法中的丢弃率 dropout rate， normalization 和权重初始化时的一些方法的选择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超参。总之，但凡需要在神经网络外设定的，或者要做出选择的，都是超参数。可见超参的种类和个数还是不少的。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超参数对神经网络训练的影响往往都是多方面的。学习率的大小是否合适，不仅影响神经网络收敛的速度，也就是影响学习的快慢，同时也会影响最终神经网络输出的准确率，甚至在学习率过大的时候，使得神经网络无法收敛，导致训练失败。另外，这些超参数之间的影响是有可能相互叠加的，或者相互抵消的。就像我们在第23集讲述过拟合的时候提到的，网络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导致过拟合。但是合适的正则化方法是可以抵消网络过大带来的过拟合风险的。当然，更多的数据也是可以抵消过拟合的风险。因此，在调整或者说优化超参数的时候，我们需要综合的考虑它们的影响。那我们该如何优化或者说找出最合适的超参数呢？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猜。猜就对了。但是猜也有猜得准的，猜得不准的，猜得好的，猜得不好的，猜得快的，猜得慢的。那让我们看看牛人们都是怎么猜的。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靠经验了。经验对于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绕不开的坎儿。要想成为高手，积累经验那是必须的。当然，积累经验除了直接上手做之外，学习前人的总结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比如如何初始化网络权重，前人高手们就已经总结得非常到位了，我们只要按照使用条件直接拿来用就好了。忘记了朋友可以再回去翻一翻，看一看第30集。另外，比如 batch normalization 和 layer normalization 的适用范围在第31集也有详细的介绍。又比如优化器的选择在29集就有专门做过解释。靠经验，人工给定参数的设置或者数值，用专业术语来描述的话，就叫做人工调参 manual tuning。 其次，要让猜测的超参数好用合适，那手里得有证据。证据怎么来？就得靠试
怎么试也很简单，那就是设定一组超参数的数值，再拿出一部分数据过来，训练一下看看靠不靠谱，能不能行，能用的话就直接可以用了，不能用的话就换一组超参数的组合再来试一下。这部分用来验证超参数的数据样本，我们就称之为验证数据集。需要特别提醒一下的是，验证数据集里面数据是绝对不能从测试数据集中拿出来的，因为测试数据集是用来测试训练完毕以后的神经网络的泛化能力的，所以在整个神经网络训练完成之前，测试数据集的所有数据对于训练完成之前的神经网络必须是不可见的。正确的做法是，要么一开始就把数据分为训练数据集、验证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要么就从训练数据集中取一部分数据组成验证数据集，比如取 20% 的训练数据作为验证数据集。好，我们现在就用学习率和正则化权重衰减系数这两个超参作为一组，向大家展示超参优化的例子。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学习率。学习率 ADA 是随机梯度下降法，也就是神经网络一步步更新神经元权重的一个超参数。公式是 WI 一撇等于 WI 加上 ADA 乘以偏 L 除以偏 WI。W 是神经网络中的权重， L 是损失函数， W 一撇是更新后的权重， ADA 是学习率。忘记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第26集神经网络学习的一个超简单例子。然后我们再复一下权重衰减系数，这个概念我们在第32集过拟合和正则化中介绍过。权重衰减系数 Lambda 是权重衰减法里面对权重平方和之后的一个缩放系数，它的公式是负的 n 分之一西格玛 i 从1到 n yi 乘以 ln 带帽子的 yi 加上 lambda w 的平方。这个公式前半部分就是交叉商损失函数，后半部分大写粗体的 w 代表网络中所有的权重的平方和， lambda 就是缩放系数。现在我们要训练一个区分手写阿拉伯数字的模型，采用的是 MNIST 的手写阿拉伯数字的图像数据。但是在训练之前，我们必须先找到学习率 ADA 和权重衰减系数 Lambda 这两个超参数的最佳值。显然最佳值到底是多少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大致确定一下学习率可能的范围，比如说10的负6次方到 0.001 之间，权重衰减系数的范围大致在10的负8次方到10的负4次方之间。然后在这个区间随机的挑选一组数字，也就是两个，比如 0.00054 和 0.67 乘以10的负6次方，代入这两个超参的值，用验证数据集的数据训练神经网络，同时记录下训练过程中准确率和训练回数的对应关系，之后不停地重复上面的过程，随机取值训练记录输出，就像屏幕显示的这样，屏幕上一行一行的数据显示的就是随机取值的学习率和权重衰减系数所对应的网络输出的准确率。在试了很多对取值之后，比如说100对，也就是100次，我们可以把准确率最高的20幅图拿出来看一看，它们对应的学习率和权重衰减系数都是多少。我们可以看到这20幅图里面头5个还行，说明学习率在 0.001 到 0.01 之间，权重衰减系数在10的负8次方和10的负6次方之间，神经网络都可以正常的学习，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缩小了取值范围的范围了。然后在这个缩小的范围里重复刚才的操作，随机取值训练，记录输出，进一步缩小范围，直到找到满意的匹配。
这个方法就叫做随机搜索法。本例中超参是2个，如果是多个超参的话，做法也是类似的。除了试还有其他方法吗？有，不过还是猜，但是这次不是人猜，而是用概率论的工具来猜，确切的说是用贝耶斯公式来猜。这个方法就被称之为贝耶斯优化。贝耶斯优化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先来打个比方，比方说主播发烧了，这个时候主播就会想，我是得了流感呢，还是得了新冠呢，还是得了癌症呢，还是压根没病，这就是正常状态呢？于是主播就去医院做核酸、做抗体验血、做检查等等等等，最后得出来了结论，就是流感嘛，那就好好在家休息，不要开播了，过几天就好了。这个故事呢，到贝耶斯优化就是这样子的。你有一组待定的超参数，你随机取了一组值，训练一下神经网络，发觉情况不太好。那么请问哪里好呢？是不是距离更远地方的超参值得到的结果会好一些呢？你再试一下，结果还行。那么这2个取值中间的地方是什么样呢？这个还行的组合，左边取值会更好呢，还是右边的取值会更好呢？随着你取值的次数越来越多，你就能逐渐的猜测超参好坏的一个分布，然后你就依靠这个猜测的超参的分布来确定最优的超参的组合。这个和发烧以后做检查猜测得了什么病其实是类似的。数学好的朋友可以参考图灵奖得主 Yoshua Bengio 在2011年发表的这篇论文 Algorithm for Hyperparameters Optimization。 最近几年，大模型、超大模型相继出现，微调 fine tuning 而不是重新训练一个神经网络，变成了快速产品化解决实际问题的高效手段，而微调的其中一个步骤依然是需要 AI 工程师完成部分超参的再次优化，因此了解超参优化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超参调整这么麻烦，自然就有人发明了自动化调参工具，市面上这类工具还是不少的，比如说 PyTorch 的 AutoPyTorch、TensorFlow 的 Keras Tuner 以及 Optuner、Rain Tuner、谷歌的 AutoML 等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专门去学习一下。此外，之前也提过，不同结构和架构的神经网络一般都有着它独特的自由超参，这些我们都会在之后的网络结构介绍的视频中和大家再做进一步的介绍，还请大家关注，顺手点个赞吧。有问题有疑问或者要纠正主播的错误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那么我们下期再会。